我现在已经坐到我家车里了啊。在我们买车时候，那销售跟我们说，大概2周左右我们就会得到这个车，因为它需要去检测呀，然后还需要去维修、清洗等等一系列的操作，大概2周。然后我们想也行啊，这都是正常流程哈。可是呢，我们等了3周时间，在第3周的周2的时候，朵爸给他们写邮件。就说我这怎么样了？然后销售很快就给回了，说我还要打算给你写邮件呢。这边我这个手续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朵爸就开始汇款了。这个车我们付的是全款啊。头前我们在另一家 4S 店看车的时候，我们说了我们要付全款，你能给我们减少多少钱呢？就是这个讲价方式啊。然后人家说我可以1年贷款给你们少的利息。然后我们就很纳闷，这个思维不在一个频道上啊，你说东他说西，完全不懂。我就想为什么要贷款，我的脑袋里在想我们要全款呢。有人问我你家车花多少钱呢？这个不好意思，隐私。但是我们家买这车呢，大概开了2年时间，也就是第一任车主开了2年时间，然后就给银行，因为他好像是贷款啊，因为是银行给这个 4S 店的，然后让他们去卖的，所以这个车还是比较新的。有的人说雷诺这个牌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真的，可能是因为卖不动吧。毕竟它这个是法国车，国内好像更喜欢日系呀、韩系呀。其实在欧洲来说，他们也非常喜欢日系、韩系的车，但是为本国的德国车系更骄傲些。但是德国车系奔驰、宝马这种太贵了，还有大众这种都是比较贵一些。大众吧，其实在咱眼里它就是很平平的牌，但是它的价格真的跟宝马、奔驰差不了多少。所以你看近2年大众开始裁员呐，然后车卖不动，它也不降价，就这样，不管新车啊还是二手车，就不降价，死扛。有的网友给我留言说，你都出国了还类似意义啊，原话我记不住了，类似意义就是说你还装什么不喜欢日本的呀？我不喜欢日本咋的了？我在中国不喜欢日本，我在哪儿都不喜欢日本。我跟朵爸都是一样，就是不喜欢你日本的牌子，有毛病吗？那接下来咱看一下这个车里面吧。像我家这个车呢是属于低配车，它不是说高配的。像这个壳都是塑料的，都是塑料的那种。就一个，哎呦，不是特别大的那种屏幕啊，不是特别大，比手掌的长度稍微小一丢丢。那这个就是车钥匙，这是我家车钥匙。特意买的是这种自动挡，它自动挡跟手动挡这个档位啊，它就不一样，我还得先学呀。这块可以放，然后底下一层，上面一层。可以这边摞大箱子摞2个，下面还可以放一点东西，下面的地儿就比较小了。当然也可以把这2个都拆开，这样就是可以摞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，然后一个大箱一个小箱，摞4个箱子。德国车里肯定要配这些东西，急救箱和这个支架，就有事故的支架，然后还有这个灭火器在这里，在这儿。还有这个救生衣需要5件，我那里还有1件，这里也是4个，这些都是必备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车牌 NB 8，朵爸自己选的，我就忘了告诉他应该选什么样的数，他就自己去选2个字母加个8，你们自己脑补吧啊！这个车身本身长是4.5米，朵朵进后备箱那儿了。看看这个后座啊，我们才开出1天，看一看，这是朵朵一个人待的地方，这吃的啊，这很乱。我再说一下买这辆车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，那就是最主要诚信问题。因为我跟朵爸我俩都是非常诚信的人，因为这辆车是已经开过2年的，然后车身呢有一条很浅很浅的划痕，
我一般的情况下是看不清的啊，你得凑近了看。然后呢，这个在交易过程当中，也就签合同之前，卖车公司说了，这个等你提车时候，一切都会恢复原样。然后这个说的很漂亮，我们说的心花怒放，因为本身这个痕迹了不大，很小，它不是说很长很长的一条那种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合同签完以后，在第3周的时候，给这个公司汇完款了，约定好哪天来提车。结果朵爸发现这个车在室外的时候，浑身都是泥呀，应该是他们去做检查呀，或者怎么样，有下雨天崩的吧，那我就不清楚了。车还没有经过清洗，然后车身的那个划痕也没有处理，就什么都没有去做，他只是做了一个 TÜV， 就做了一个检测，其他都2周时间光做了一个检测。这下朵爸生气了啊，就找他们公司那个前台，就把这个事儿说了一下。你们让我来取车，首先没有完成修复，而且车身还造成了这样。然后这个前台呢就马上找到这个销售，这个销售跟朵爸进行一顿沟通，然后就说，你看你这个划痕呢，我们也尽力修了，但是没有修复好，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但我们试图给你去修了。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啊，我是这个 4S 店的销售人员，我也会这么说。但是确实朵爸也看了有修复的痕迹，反而因为它修复了嘛，所以它边上磨的更多小的道道了。然后朵爸呢跟这个销售人员经过再三的探讨，把车说先开走以后下一个周2，然后再把车开过来，他们这个工作人员会进行再次修复，然后修复完你就可以提走了，半天时间。当初承诺我们呢是把车修复完整啊，不是说尽量去修复，但是这句话没有写到你的合同里。我相信任何一个合同，不管你是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3手车几手车，他不会给你写我给你修复成原样，我给你怎么样，不会，因为他们的合同都是统一范文，不会单因为你一个车或一个什么某个东西来给你承诺什么。所以在德国买东西不要相信口头说的，不要，千万不要。就好比我们家安锅炉是一样的，太相信这个工人了。哎呀，不说了，说多了都是眼泪。但这个车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它确实又给它修复了一下那个划痕，还可以吧，就是不是说你凑很近的，然后使劲去盯着它去看，这样你可能会看出来，但是你正常看是看不出来的，除非就是把车重新的打磨，然后这个喷漆整体的喷漆了，因为这一个小问题去喷整体的漆不是德国的风格。一般来说啊，德国车有个磕碰啊，或者擦的这个痕迹啊，或者凹陷呐，车主都不会管，也不会去找保险公司。一般的情况啊，他们就等着一次某一个事故或者某一个契机的时候，然后这个车可能撞得更严重一些啊，或者毁得更严重一些啊，那这时候再找保险公司。因为每找一次保险公司，我相信国内也一样啊，每找一次保险公司，那你的保费明年就会嘣上升了。那行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家买车的一系列经过，给大家说一下。那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